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哈。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来汇总一下之前的2个模型以及一个视频生成项目。哎呀，不得不说这个技术进步的太快啊，欧阳这个更新速度是远远跟不上的。首先我们要补充一下这个 Cascade 模型在我们 ComfyUI 里要怎么搭建、怎么运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Pelegram 2.5 新出的这个模型效果。那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个视频生成项目，赶紧跟进一下新技术啊，因为涉及到这个大图运算呢，这里欧阳还是用 OneSync 的这样一个服务器啊。那么现在 OneSync 这里比较人性化的一点就是有模型中心了，可以直接通过模型中心把自己所需要的模型直接拷贝到一个应用，我们直接下载模型。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开的一个机器的应用号。第二点呢，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也觉得这里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日志文件啊，也就是直接看我们后台命令行了。如果新手朋友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后台命令行，但是对于老手来说啊，我们是要时时刻刻看这个后台的啊，不管是生成进度也好，还是报错问题也好，这个后台基本上就是我们 debug 的唯一的一个窗口。那现在呢，我们来到 ComfyUI。那这里我们先说这个 Pelegram 的这个模型吧。那这个模型可能有些朋友没听说过啊，它也是一个专业团队开发的。那现在已经升级到 2.5 了这个版本了，然后很多人反响说它的这个效果很不错。那翻译过来它就叫美学模型嘛，在整个的色彩和美学上呢，比我们传统的 XD 来说要好很多。可以看到这个色彩是非常鲜艳的。那整个的这个评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Hugging Face。从这里来看的话，它是要比 Midjourney 5.2 这个出图效果还要好。那已经直奔6了啊，直奔现在这个 V6 了，之后就 DALL-E 3可以是看到差更多。那现在呢，我们同比来说呢，基本上都是对等 SDXL 的啊，因为它们是一个框架啊。这个 Pelegram 2.5 也是基于 SDXL 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这里我们服务器已经部署了这样一个模型了啊。这里第一个就是 Pelegram，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拷贝到我们的服务器来直接运行。那它的工作流其实很简单，和基础工作流唯一有一点点差别的就是这个模型这个地方，它要单独的进行一个采样。我们直接点新建节点，高级模型里面可以找到 EDM 的一个算法，这就是这个模型需要的一个算法。那注意啊，如果我们是用的 Pelegram 2.5 啊，这个采样方式呢，一定也要用 2.5 的，用其他的它就会出错或者是花屏。那下面这2个参数我们默认不需要管它。那之后我们就用默认的提示词来生成一下。最后呢，因为是 SD 的啊，我们这里的分辨率可以给它高一点啊，它的底层框架还是 SDXL 的。另外一点注意的是，因为它的风格性特别的强啊，这个 CFG 我们不能给太高，有点像这个精炼模型 CFG 给到2到4的一个区间是可以接受的。步数这里我们需要调高一点，让它的质量更好一些。现在我们来生成 OK，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一个默认的提示词对比度是特别的高的，而且色彩饱和度也是很高，所以说它出来的图像鲜艳程度要很高。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再加 CFG 啊，你就会感觉到它有些过饱和，也就是所谓的过拟合了。现在呢，我们直接给一个预览，我们来对比一下，来看一下，其实从高饱和高色彩的程度来看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会看到它的这个边缘什么的，它就要锐利很多，对不对？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是用之前的技巧，一个技巧学会了，我们处处都可以用。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给它加一个高级模型当中的一个 CFG 缩放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它会有一些变化，同时会减弱一些我们这个权重，就模型管道的这个权重，因为它用的连续采样这个权重是非常高的。我们同样再把这个取消了，重新来对比一下。OK， 那么中间是0.2的 CFG， 右边是0.4的。那左边呢是0.4加了 CFG 缩放的，所以你会感觉到0.4加了 CFG 缩放，它的对比度光影呢就要更丰富一些，比0.2还要丰富，因为0.2的高光你会看到集中在屏的中间，而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外部打进来的阳光的，明亮度被拉开了啊。而4的 CFG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明亮度和暗部都会集中在某一些点，所以说这个 CFG 在这个地方呢还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如果我们把它降到更低的话，饱和度和对比度就会更弱。OK， 说完它以后呢，我们来横向对比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工作流给它 mute 掉。横向对比什么呢？那就该说我们的 Cascade， 用它来跟原始的 SDXL 或者是 1.5 来对比，那太不公平了，是吧？我们都是用最新的技术来进行一个对比。现在呢，我们把原始的这个节点复制一份，然后挪到下面来。那么说到 Cascade， 在我们之前讲本地部署的时候，说到它是需要3步采样，对不对？那应该是3步的这个图像处理吧。真正的采样步骤呢，也就2步 ，C 的模型和 B 的模型。那么最后呢，其实是 VAE 解码的。那在 Cascade 这个模型刚公布不久以后，也就是3-4天的样子，官方呢就发布了针对于 Conf
Config.UI 流程当中的这样一个模型。我们来到 Hugging Face 看一下，那在它的文件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 Config.UI 的 checkpoints， 所以说这里呢有单独为 Config.UI 准备的2个模型，可以看到 C 阶段要大一些，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把这2个模型下载下来，如果不方便从这里下的话，我也会把模型分享到我们的网盘呢。现在我们把下面这个工作流给它打开。说到 Cascade 的2步采样，那这里我们肯定是需要2步的，对不对？首先是2个加载器，其次是2个采样器。我们先把它复制出来。第一步呢，加载什么呢？就是 Cascade C， 找到 Cascade C。那么第二步呢，找到 Cascade B， 在这里我们先给它找一下。那么之后就是这个 VAE 了啊，因为这个地方第一步过去以后，我们并不会编码，编码是放在后面一步的，所以我们要把 VAE 取消掉。这一部分呢，我们直接给到后面来。那这样的话，我们结构初步完成。这2个采样器要怎么连呢？我们通常就是直接 latent 过来的啊，但是它和高级采样不一样，不是这么个逻辑。它的 C 和 B 阶段中间的连接呢，是用一个条件连接。我们直接右键找到条件，在条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 Cascade， 这里呢就有一个 Cascade B 的一个条件，就是从 C 连到 B 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输入的这个地方是有条件和 latent。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正面条件和 latent 给到 Cascade 的条件转换里面来，再把输出的条件给到我们 B 阶段的模型。那这里的负面呢，我们可以用之前的这么一个负面，而 latent 呢，可以看到又空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给一个空的 latent 过来呢？基本上是这个逻辑，但是呢，我们用的并不是这样一个 latent， 因为它是高压缩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建一个高压缩的 latent。同样，在 latent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 Cascade 的选项，这里有一个空的 latent，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latent 把原先的普通的这个 latent 代替掉。它有专门为 C 阶段准备的 latent 以及 B 阶段准备的 latent。那当中的参数呢，只是多了一个压缩的等级。这个压缩的等级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30到40都还可以，但是不要超过这个值啊。它默认呢是42。那现在呢，我们就保持默认不变。之后呢，就是我们第2步采样的模型了。那自然就是我们加载过来的这个 B 模型。同时呢，这个解码的 VAE 我们要用 B 阶段的模型。这样的话，我们最后的图像是通过 B 阶段的 VAE 解出来的。然后这里我们简单设置一下步数啊，通常呢标准步数是前面20步，后面10步，总共30步。当然了，如果为了质量，我们也可以测试更高一些。其次呢就是 CFG 啊，这里的 CFG 也和 Polygram 有点相似，也是2到4之间，大家可以去测试。这里我们先用个2啊。B 阶段呢，它是将高压的图像解出来并且重绘的，所以这个地方的 CFG 啊，我们要给到更低，比如说 1.5。采样模式我们来保守一点，先来 Euler-A 看一下，之后的提示词我们不变，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生成了。这里的 latent 没连过来啊，我们再连一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一张图像和我们上面的图像 Cascade 的图像还是比较朴素的。那么通过这个流程呢，我们可以大概来进行一个分布，同时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解啊。那每一个不同流程的模型搭建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当中有很多可以学习或者是借鉴的东西。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命名为是 A 阶段，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之为是一个 B 阶段。那么中间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转换的意思。我们稍微把颜色改变一下 OK。 那么首先呢，在这2步当中呢，我们先看第一步它做了什么呢？其实是用这个 C 的这么一个大模型呢进行了编码。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个 Clip 编码模型的，同时呢用这个编码对模型内容进行引导来生成图像。那么当然了，是基于我们下面提前给它的1024的这么一个空图像。那么其次呢，通过 B 阶段的一个转换，我们可以看到第2次渲染继承的东西呢是从这个 Clip 过去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假设为一种 on-clip 的方式，因为这当中包含了 latent 也包含了 clip 内容。给到的 clip 还是什么 embedding， 只不过结合了这边多样的内容。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ControlNet 这样一条管道来传输的信息，因为它们是共通的。只不过 ControlNet 是通过预处理的图像进行的2次编码，而我们这边呢是通过 latent 进行的这个 clip 编码再传给正向的。它们唯一交集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关键啊。那么其次，这个负面和空的 latent 它就不是主要决定性因素了。那么到了 B 阶段呢，我们再看 B 阶段是通过另一个主模型进行2次的解压和重新渲染，但是它的可变性为什么不是很大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clip
肯定是控得特别的死的，所以说给到它的发挥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类似于解压缩图像的分辨率，那同时呢用 AVE 来进行进一步的转换。当你使用这个流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 Clip 解码这一步呀，通常要比 1.5 或者是 SDXL 时间要长，所以说就证明这一步它解压的内容压缩比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流程了。那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看两个模型的容量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 VAE 是空的，只是打包了模型和 Clip。那通常这个 Clip 编码模型单独拎出来，体积也不小。我们常见的 IP Adapter 的 Clip 基本上是2G 到3G， 那如果大一些的，比如说 OpenAI 的那个开源的 Clip， 基本上是4G 多。所以说这一个模型它是融合了 Clip 和模型，所以说它的容量在9G 多。而第二步呢，我们不需要 Clip， 对不对？它不需要进行编码，它只需要通过自身模型去解码，同时再用 VAE 去转换就可以。所以这一步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模型，再加一个 VAE。通常 VAE 的大小不会特别的大，对吧？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说本身这个 B 阶段的模型呢，体积呢就要小很多。那么最终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它呢？那么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每一个不同的生成流程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学习。比如说之前的 XDXL， 虽然说第三方模型开发了以后，大家不会再用 Refiner 第二步了，但是基于高级采样器的2步渲染这种方式，难道以后没有用吗？那就比如说我们上一期的 IP Adapter 是不是就用到了高级采样器的2步采样，对吧？在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变通的使用这些流程。那当然 Cascade 的这个流程也值得我们学习，在未来的流程当中我们也会用到 Cascade 进行2步的放大或者是2步的精修。那说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大家可以不妨去尝试一下。 OK， 流程我们搭建完成以后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2个模型的效果。我们把这个模型也打开，这边呢我准备了一些题词，我们来看一下，挨个试一下。比如说我们先来个最简单的吧，看一下它对简单题词的想象是否会想偏。好，一个冒着热气的汉堡，美味可口。翻译过来以后呢，我们来直接复制一下，全部放下来。负面呢我们也给的不是特别复杂，就是默认这么简单。那么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 CFG 可能有点低，对比度要差一些，我们把这边给起来一些，这边我们给到4，然后这边我们给到2。现在呢我们来进行一个生成。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效果，哪个让大家更有食欲啊？自然不用多说哈。所以说这个模型不知道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试一下，没办法下载呢我也会放到网盘吧。如果一张图片说明不了什么呢，现在我们来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为了方便呢我们这里还是转换一个 stream 吧，要不然太麻烦，每次都要复制2遍。第一个我们用字符串操作把我们的正向提示词直接复制下来，第二个呢我们直接用一个实用工具里面还是我们军刀当中的一个预设文本吧，这里我们新建一个默认的负面，然后我们把这2个文本都给它提升一下。 OK， 同样的一套题词两边生成出来的内容还是有差距的吧，而且这个题词是比较详细的，细节光影什么的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呢我们再来，那么这个图像熟悉不熟悉？同样这2个效果一眼看过来就知道哪边好哪边差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个风景吧。那么对于风景而言可以看到效果就有些相似了。其实我们 Cascade 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还是有很强的这个辨识度的。把我们之前的测试 Cascade 的一个题词吧，这里我们也找出来，之前我们专门测试了一个动漫嘛，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 Polygram 它对动漫的描述如何。首先就是我们第一个测的就是这个海贼王，一个女的，那么可以看到还是我们 Cascade 它比较了解这个动漫的风格啊。那这边呢虽然它不了解动漫风格，它融入了很多其他的风格，比如说游戏风格，又或者是这叫什么呢，有一点油画风格是吧？而且它的细节可以看到还是要差一些的。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巨人吧，那可以看到对于2次元还是 Cascade 它比较正一点，这个感觉有一些手绘的内容了，有一些油画的感觉，它的色彩就比较污，而这边呢有很清晰的一个描边，这就是不同的模型训练者带来的一个效果吧。可以感觉到我们这边的美学模型呢，它更多的是训练了一些世界的知名画风，而我们这边 Cascade 它作为一个官方模型，而是训练了很多世界的不同类型，比如说动画类型，比如说照片类型，比如说 3D 渲染类型等等，它的类型分得很明确，但是它出来的最终效果不一定是特别惊艳的。这个模型呢它的涵盖面不是特别广，对于常见的内容，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男性女性或者是风景什么的实拍的一些东西呢，它的效果会比较惊艳。 OK， 那么这是我们最终对于2个模型最终的一个总结，没有谁好没有谁坏，就看我们用在哪儿。那最后呢这一期我们再来补一个项目一个视频项目。其实最近欧阳对这个视频项目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各种各样的视频项目冒出来了，我们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下。本来这一期想讲2个的，2个模型2个视频项目，但是发现部署
楚这个还是挺麻烦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啊。那这一期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腾讯旗下的一个实验室开发的。那另外一个要给大家讲的那个VGen 呢，其实是阿里旗下实验室开发的。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演示啊，大概的使用方法和 SVD 差不多，也是给它一张图像，让它生成视频。说到图生视频呢，就和我们之前说到那个 Spark Control 有点像，可以一张图给它算动态，也可以2张图给它算这个插帧，也就插值动画啊，也可以做这个循环动画啊，所以这两个统称为插循动画啊。那现在呢，它有2个模型，第一个呢是512的一个模型，如果基于它原项目呢，对显存要求比较高的，512是需要 12.8G， 如果是1024这个模型呢，它的显存要 18.3G 就更高了啊。当然了，我们用的是 ConfigUI 的一个实现这样一个插件，可以看到这个名称啊。其实这个插件目前呢，我们在 Manager 搜一下，一共是有3个的。为什么要选这个插件呢？那我们之后再说啊。打开管理器，我们安装一下节点，这里我们直接搜它的名字啊，复制一下 Dynamic Create， 把后面这个删掉，我们直接搜索，推送到 Manager 上面，一共有3个插件。那么我选择的是第一个，因为这3个插件我都看了，对于原生的支持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呢，我是折中选的第一个。首先说第二个，就是它的节点写的太死了，然后一些选项没有太多的自定义，造成了一些模型没有办法迁移，必须把模型放到它指定的目录才可以加载啊，这样很不灵活。那第3个呢，又是太散了，我们需要把很多不同的模型，比如 VAE 啊、Clip 啊，又或者是 Unite 啊，单独下载下来，单独加载，然后再结合采样器，这个流程呢反而比较复杂，就是拼散件的这么一个感觉，在很多参数设置上可能对于我们新人不太友好。所以呢，这里我选择了第一个比较折中的，又有一些制定化，而且参数上还做了整体的统一和优化，所以更方便我们新人设置。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个缺点，什么问题呢？之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再来说。那另外这里拓展的说一个小知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插件会标注、会注明它和哪些其他的自定义插件的节点冲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插件它所冲突的节点其实是第2个插件下面的一个节点，那么下面的节点也标出来它所冲突的节点就是上面的插件其中的一个节点。所以说在我们安装插件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备注到底是哪些插件有冲突。那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安装了第2个就不能使用第3个当中的这个节点，当我们安装了第3个插件就不能使用第2个当中的这个节点。那并不是说所有的都冲突，只是说在当下工作流当中你不能同时使用这2个节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有些朋友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我没有安装它也会提示？那当然了，这是节点它要说明的它本身的一个问题，备注出来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节点这里它都有很明确的写出和哪些节点有冲突。 OK， 那么这就是节点插件当中的一些小知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节点啊，找到我们刚才安装的这样一个插件，就3个节点，其实我们只需要用到2个，这里我们先把它都调出来啊，一眼看过来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是 Model Loader 对吧，读取我们运动模型的，后面2个就是不同的处理方式，一个是插循、插帧和循环动画的处理应用，还有一个是1024的应用。其实我觉得这个应用都不需要用。我们先来对比一下这2个节点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输入这边我们就多了很多选项，可以输入2张图片，同时还可以输入 mask 的修正。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的参数都一样，下面呢多了这2个，这2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上下文，可以看到这个帧的窗口大小。这边呢，当我们需要大量图像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就是组一个 P4 给到这个 image 啊，但是缺点呢其实有很多，所以我们默认的其实用这个就 OK 了。然后这边加载模型呢，说到模型我们再来说一下，看到我们这个插件的 GitHub， 在这里呢，这个插件的开发者并不是项目方啊，他把这2个模型啊进行了剪切，剪成 BF16 的规格了，所以说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大的空间。一个是512训练的一个插循模型，专门用于插帧和循环的，第2个呢是1024的单图运算的模型，有点像我们 SVD。那这2个模型呢，我们下来以后要下载到哪里呢？直接放到 Checkpoint 主模型路径文件夹下就 OK 了。回来以后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Model Loader 啊，直接能读到主模型文件夹下我刚才放置的这2个，一个512，一个1024。模型管道我们直接输出给应用这边，然后画面呢我们可以直接加载。这里如果是要做插帧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个起始画面，一个结束画面。如果我们不做插帧画面呢，就可以给个单图，我们可以直接加载一个图像。那这边呢输出自然就是图像序列了，图像序列后期处理就很多了，对吧？我们可以补帧，也可以进行高清放大，最后是视频合并。这边呢为了演示呢，我们直接就来一个视频助手来进行视频的合并，选择一个 H264的这么一个编码，帧率呢也是8帧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啊，第一个呢是步数，这里说的是所有采样的总步数，也就是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帧率啊，我们现在设置的是16帧，16帧的总步数是50步。
这是一个默认的值啊。如果用15除以16，那么每一步可能就很低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算法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用20-30步来主要算这个图像的运动微变化，所以说它不会需要太多的部署。当然了，如果渲染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再做调整。那么接下来是 CFG 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有提词的啊，和 SVD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用提词来控制不同的动画变化。那么下面这有一个 ETA， 这个是我们意图流的时候，我们这一张图片要放在哪一个地方为基准。比如说是 0.1 的话，那我们这个图片基本上是第一帧就是原图，从这个图片开始往后进行变化。如果是 0.9， 那么这个图片可能就是落到最后了，第15、16帧的样子了。那就是定我们这个图片在这2秒钟的一个位置，所以默认我们先来个 0.5 吧，把它放在中间，那么它前后呢都有一个推演的过程。接下来呢，我们来个提词吧，这里我们等会儿换张图片再说。那下面自然是随机种子以及这个固定方式，还有帧速率啊，因为我们总共渲染16帧，每一秒是8帧，就是2秒钟的视频啊。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啊，就是它的模型会一直驻留在我们系统里面缓存里面，所以说它运算的比较快，不需要反复的加载啊。在下面就是 VAE， 我们可以让它自动的去选择加载。之后呢，这2个是时间窗口，就和我们那个 AnimeDiff 里的上下文一样。然后下面是步长，前后关联几帧呢？关联4帧。如果想让它运动更平缓的话，可以给多一些。OK， 那么这就是基本的参数设置了。接下来呢，我们在这边生成一张图像嘛，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生成了一个我们之前的测试的一个风景樱花图啊，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过来，粘贴到我们这边来。提词呢，我们也可以这边来复制一下，原封不动的我们粘贴过来。然后这样的方式呢，我们来进行生成。那么在生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命令后台，这是我们要说的使用它当中的一个问题。就因为在我们使用这个插件的时候是有什么？是有 prompt 输入的，所以说它必然要有一个编码文件。这个 clip 编码文件它没有明面的在 GitHub 上写出来，但是当你运行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去加载这么一个文件。那如果在我们没有正确配置网络的情况下，这个文件它就会下载失败，导致无法运行。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它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它是比较麻烦的一点啊，它不能单独下载 clip 文件放到我们 config.ui 的目录里进行调用，它是默认的将这个文件配置到我们 C 盘的 Hugging Face 的缓存文件夹内，所以这里我找到它在 C 盘的一个位置，具体的位置是这样一个位置啊 ，C 盘用户缓存文件夹下 Hugging Face 的这样一个路径。那其中它所加载的就是这个 Clip 里面的这样一个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它是没有打包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是 3.67G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目前来说呢，这个办法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我只能说把这个尝试性打一下包，然后大家呢把这个解压到 C 盘这个位置的缓存文件夹下，看看能不能解决。这是对于没有网络配置的，如果有网络配置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吧 ？OK， 那么这就是这个插件一个小问题所在。之后我们直接来看结果。那么这个生成时长呢，肯定是比不上那个 LCM 或者是一些 Lite 的模型。我现在开的这个服务器呢是3060，整个运算下来这50步40到50秒的样子吧，反正在1分钟之内。那这里要纠正的一点是跟分辨率有关啊，因为现在我生成的是1024的，所以说时长应该是之前说的2倍，它需要达到2分多钟。OK，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动画，这个落下来的雪花有点像枫叶了，也可以看到下面的车流在运动。如果加上那个无人机呢，它可能就有一个视角的变化和运动了，这是完全根据我们提词来的。你可以看到这个1024的动画它并没有变得很模糊，不像我们之前的动画直接算的是512的，包括anime动态呢它会变得模糊或者是算错。那在这个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这样的现象的。那之后呢，我们再来生成一张图像，比如说官方，我们来模仿一下。在官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演示啊，我们就来一个，可以看到这有个小熊，我们试着用它生成一个图像吧，看看行不行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对提词的理解和自身的发挥应该是很不错的，还是用这个 Pelegram 来生成一个图像。OK， 看着更有野性啊，它并不是一个布娃娃一个玩具，那可以没有问题，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下，同时我们把提词也一样，先打开粘贴过来，然后我们直接来生成。OK， 那么我们这边生成的这个动态就不是特别的强，这个我们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提示词以及随机种子。那接下来我们说完意图流，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帧差值啊，我们重新复制出来一份，把图像调整一下。我之前呢生成过这样的一个汉堡，当然了是2张啊，不一样的，我只是变了一下随机种子，让它生成了一些不一样的。第一张冒烟比较少，第2张冒烟比较多，然后我们给它改成512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帧差值，并不是意图流，所以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模型从1024改成这个512的帧差值。接下来我们把它全部设置成512。提词呢我们稍微修改一下，一个冒着热气的汉堡，美味可口，随便加一点。
种子呢我们也稍微换一下，这个步幅给的稍微低一点吧，可能因为刚才我们步幅给的高，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动画它运动的不是特别的强烈啊。哎呀，这里我们忘把图像传进来了，我们重新传一下图像，再重新进行渲染。OK， 那么这个针差值它就将2个图像顺利的通过一个动画给融合起来了啊，整个的逻辑还可以，起码你看到冒烟啊，然后有旋转。当然了，这个训练是从512来走的，所以说可以看到它的画质就会有所降低。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后期的一些加工。OK， 那么这就是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使用感受吧，要比之前强很多啊，包括什么 Spark Control 啊，还有什么 SVD 啊。那至于那个 Vision XL 呢，我还没试啊。看了一下测评，也说这个要比那个更好一点，感觉还是看图像吧。所以这里如果用针差值，我感觉效果更稳定。那在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套题词，在这边生成一个人物以后呢，我们稍微改一下种子，再生成第2张图像，让这2张图像的变化不需要特别大，但是要有一些变化，然后给它插进来，这样的话它的动画会很稳定。那么这个具体的动态我们可以在 Prompt 这边设置啊，这就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的一个工作流。如果是一图流的话，我们一定要用1024啊。如果这个1024的模型你传给2张图像的话，会有问题啊。所以说2个模型用处是不一样的啊。另外有一点就是，如果是一图流的话，它是靠1张图前后演算的，也要看它本身模型曾经训练的什么。它训练的更多的是基于物理世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照片啦，比如说风景啦，比如说人物了哈。如果用动画的，比如说龙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动画的东西呢，它可能会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扭曲。最好是基于物理现实的一些东西。那么至于512就无所谓了，因为做针差值嘛，你给2张相似的，它就会做一些相似的动画，哪怕是一些奇形怪状的啊。总之呢，我们有2张图控，它不会跑得特别偏。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吧啊。这个模型还是值得一试，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里基于时间问题呢，太多的人物肖像什么的，就不测试了啊，留给大家一些摸索和探索的惊喜空间吧。这些工作流呢，我都会保存在这个 OneSing 的服务器上面。如果大家为自身的算力所发愁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OneSing AI， 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云算力平台。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欧阳分享的资料，又或者是评论区下方的链接来直接注册使用。当然，这里值得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通过欧阳的链接来注册的话，欧阳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服务器使用时长，可以直接通过邀请链接进行使用，也方便欧阳未来给大家做更多的教程了。另外，在 OneSing 的应用中心 ConfigUI 中也可以找到欧阳的制定镜像。目前呢，由于这个镜像刚刚整理好啊，这个环境刚刚配置完，还没有来得及打包上传，所以也就是这1-2天吧。封装了以后呢，这个封面我也会改掉啊。大家看到这个封面不是这个封面了，就已经是最新的一个镜像了。那未来呢，我也会随着教程的跟进，来逐步的更新这个镜像当中的一些模型或者是插件。OK， 那我们本期教程就到这里了。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发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一系列的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了。那我们下期再见。